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。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。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给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关中啊，天府之地，我手里有几十万精兵强将，我就在这儿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胡长官，您有没有考虑过汉中啊？北有秦岭之险，南有巴山阻碍，那才是进可攻，退可守的好地方。一旦形势翻转，可以北出秦岭，重掌西北。一旦大势已去，就南下巴蜀，蜀道难，攻之更难，易于防守啊。我知道，您是黄埔之光，蒋总裁的学生，但现在的党国已经不再是蒋总裁的党国了。仁兄，小事我胡宗南可以，小事总裁不行。你莫动，你莫动！哎呀，你看你这肚子，嫂子都要生了，你快坐下，坐下，你坐下，坐下。丽珍呢？咋没跟你一起来啊？她一会儿就来了。哎，还有个事儿，你跟仲勋得一起帮我拿主意。啥事儿啊？说是他们学校有个男娃喜欢俺家丽珍。这丽珍好像对他也有点意思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说明丽珍也是大姑娘了。哎呀，这人品行不行呢？你跟仲勋还是要帮我看看。哎呀，嫂子，现在是婚姻自由，你让人丽珍自己做主。那可不行啊！你跟仲勋总得帮我相看相看啊。季书记，大家都说咱西北野战军要改名称了。是啊，新年新气象。咱们西北野战军啊，马上就要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了。第一野战军，哎呀，这名字多好啊！那天我跟张秘书说呢，咱就得是第一。想当第一啊，那就得不断努力。接下来咱们要接管的城市会越来越多，所以现在最缺的就是干部。你小子脑袋瓜子好使，学东西快，所以我打算过完年就把你送到干部培训班去，好好学习学习怎么接管城市。好事啊，柱子。习书记，我要走了，谁给你当警卫员啊？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。关键是我舍不得你了。你个瓜娃，老大不小了，哪那么磨磨唧唧的？你，还有你，以后啊，不光是工作问题，包括个人问题都得解决好。
给你们的新年礼物。谢谢习书记。都记住啊，再好的记性也不如这烂笔头子。以后要好好努力，好好学习，争取更大的进步。不是，徐书记，服从命令，听指挥。好了好了，这大过年的，你别说人憨住了。憨住啊，去给嫂子打点水。哎，干活干活去，走，打水，别说了，走，你这小心，走。哎呦，你看你这脸上、衣服上，行了，你别包了，你在那儿坐着，我来啊，我来包。你会包吗？你坐那儿，来，我来啊，来给我，来，我来。哎，习叔叔、齐阿姨，过年好！哎，丽珍来了，来，哟，这是谁啊？哎，这不是《群众日报》的张光同志吗？你咋来了？这不过年呢，我来看看你，也看看齐心阿姨。哦，习叔叔，这是我严大的同学。哦，同学好，来，坐这儿。哎，坐这儿来。哎呦，你莫动啊！老嫂子，这娃你见过了？啊，就见过一面。哦，哎呀，这娃我可熟啊。哦，可以说是我看着他长大的。哦，他答王志温，这在关中分区的时候，跟我就是老同事、老朋友。哎，这娃呢，随了他答了，老实孩子，啊，从小爱读书、爱看报，还写了一手好东西。13岁到的关中分区吧，还是我把你送到马兰第二师范局读书的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，习书记。我是王志文的儿子，参加革命的时候改的名字叫张光，寓意是追求光明的意思。后来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时候，就随军做了记者。喜欢李真。啊？哎呀，好，同学好，那你以后可不能欺负我们家丽珍啊。习叔叔，我们就是同学。同学？我说的就是同学啊，那同学也不能欺负同学啊。那你们是啥关系啊？好了，你看你给孩子吓的。好，不说了啊。那你们在一起学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习叔叔。我刚报考了哈尔滨中国医科大学预科班，过完年就去上学了。好，学医好，治病救人，功德无量。张光不一起去吗？我肯定常去看看。对，常去看看。李真啊，你这个选择好，习叔叔坚决支持。他去哈尔滨，那我要跟秀山同志打个招呼，得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孩子。不用，习叔叔，我在报考的时候，父亲那一栏就没填，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刘志丹的女儿，就对我特殊照顾。好孩子，就该这样。李真这孩子差不了，别操心了。对，哎呀，那你们俩以后啊，就要互帮互助，啊，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啊，然后别然后，你赶紧把饺子下了吧。对，煮饺子，来，饺子下饺子，下饺子来，来，搭把手，把衣服脱了。来，好。哎呀，那我说两句啊。今天啊，
是1949年1月28号大年30，是齐秦提议啊，要在这个阖家团圆的日子，请老嫂子和丽珍到家里来吃个团圆饭。这又临时多了个张光，这就更圆满了啊！而此刻呢，平津战场，古都北平即将和平解放，蒋家王朝覆灭在即。我相信啊，历史一定会铭记着新的一年。这也必将是我们中国人脱胎换骨、走向新生的一年。来，祝大家过年好！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！来，快，趁热吃啊！吃饺子。我宣布，中国共产党7届2中全会现在开始。同志们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3个战役以后啊，国民党的主力已被我们全消灭了。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也只剩下了100多万人。今后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这个方式，无外乎是天津、北平、绥远3种。同志们，夺取全国的胜利，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啊！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，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，工作更伟大，更艰苦啊！1949年3月5日至13日，中共7届2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。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，和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。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。最后，我要强调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、不骄不躁的作风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从全国战场来看，北面我们还有2个大麻烦，一个是绥远，一个是太原，尤其是太原，必须要尽快解决。老彭啊，太原战役在即，向前同志突发重病，中央决定派你到太原去，协助组织太原战役。我服从中央的安排。但是主席，我有个请求。你说，我拿下太原以后，中央能不能考虑给我派2个兵团西渡黄河，协同我跟胡宗南和二马做最后的决战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呀，把18、19兵团都派给你。谢谢主席。何龙同志啊，你的工作也要调整一下。中央决定想安排你参加绥远问题的第2次谈判。好的，主席。抗战时期，我的房弟和傅作义、邓宝山的房弟多有交集，一起并肩作战过。这样一来，正好可以跟他们仔细谈谈。中央也考虑到这个情况，解决绥远问题，你是最佳人选呐。绥远问题一解决呀，
整个北方就大局已定了。王胡子，老彭和贺龙同志暂时回不了西北了，西北这副担子就要落到仲勋，还有张宗逊等同志的肩膀上了。放心吧，主席。目前啊，西北呢，可以说胡宗南这是节节败退，大势已去。马步芳一定会支援他。我告诉你，王胡子，你可不能大意。胡宗南这家伙，重点守卫的，他一定是西安、咸阳、宝鸡这一带。你们可以把主力先撤到那黄陵、宜居、白水和大荔以北地区进行休整，但是，可是要时刻做好应战的准备。还有啊，你们在军事上，要在陕中多打几个大胜仗，先解放渭北，然后直逼关中平原。是主席，给我们1年时间，我们一定解放大西北。好。周勋啊，你们西北的几个同志啊，各自肩挑重担，本来是一起来的，现在却没有办法一起回去了啊！主席啊，我服从中央的安排，但是针对西北的特殊情况，我想恳请中央能给我们西北局一些特殊政策和权利。啊，你想要什么政策和权利啊？在军事上，我们解放大西北应该是指日可待，但是接下来怎么治理，或者说怎么治理好大西北，的确存在很多实际困难。比如说西北地域辽阔，民族众多，宗教也多。那能不能处理好民族和宗教问题，对我们将是一个最大的考验。这个问题恩来也和我讨论过。周勋，你有什么想法？说来听听。主席啊，西北面积有330多万平方公里，光一个新疆就160多万平方公里，有6个湖南那么大呀。可西北人口呢，却只有2300多万。人口虽少，但是少数民族却很多。到现在到底有多少个民族，也没人能搞得清楚。而在这些民族里面，到现在，有的还保留封建领主制度，有的甚至还保留着原始部落制度。再加上宗教问题，除了道教、佛教、基督教，比如像伊斯兰教，里面又分多个教派门户，这民族问题加上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，情况就更加复杂了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能不能处理解决好民族宗教问题，将是考验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。郑勋，你总结得很清楚啊。西北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情况非常复杂，我大致了解你想要什么特殊的政策和权利了。就是碰到特殊情况下，你们可以制定特殊的政策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是。你这个习仲勋胆子不小啊，敢跟中央要政策、要权利。不过我了解你，你这个人没私心，永远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这个权利我给你啊，我呀还要送你4个字：慎重稳进啊。是，我一定严格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办。马克思、恩格斯
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啊，可是他们没有具体讲我们该如何处理多民族的这个问题啊。这是我们国家，尤其是现在我们大西北目前要面对的特殊情况。解决好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，就好比抓住了西北的牛鼻子。你现在是西北地区的大管家呀，仲勋，你尽管放手去干。中央对你充满期待，我毛泽东就是你最好的后盾。是。七姐，今天是3·8妇女节，祝你节日快乐。我到西柏坡4天了，今天你们过节，我们休会1天。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仲勋，仲勋，哎，大老早，来坐坐坐。忙什么呢？没忙啥。写家书呢？是啊，出来这么些天了，得写封信。还有啊，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从来没见过老岳父呢。哦，所以我打算趁着这次开完会去北平，看看他老人家。那这是第一次见老丈人啊？是啊，头一回。那你得好好准备准备。你有钱吗？有钱啊。你有多少钱？掏出来我看看。你要用钱啊？我看看还不行吗？都给你。不是你啥事儿啊？啥事儿？大喜事儿！你得请客。1号生的贴心小棉袄，你说，你该不该请客？啊？该请该请。仲勋，恭喜！请客请客，必须请客，把大家叫一块儿，好好庆祝一下。你先别激动，你把钱收着。不，说了请客必须请啊！你先拿着，咱请大家喝酒喝酒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第一次见老丈人，那不得置办点像样的行头啊？啊，不用置办，我就这样去就行。再说了，你这点钱，买件衣服都不够的，我再给你添点儿。别，这可使不得啊！这我不能要，不能要。我又不是给你，你不，我这是给孩子的，拿上。那给孩子的这是不是少了点啊？就这些了，没了。我跟你岳父齐厚之先生打过交道，这个人为人正直，是个好人呐。他是国民党，可他的子女都是共产党。他作为傅作义将军的参议，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。你到了北平，见到岳父齐厚之先生，一定代我问声好。放心吧，一定带到。您来了，岳父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仲勋，知道你时间紧，马上又要回去了。爸爸说，索性就在你这儿，一家人聚聚。对，无论如何，在你走之前也要见一见。岳父啊，我真是太失礼了，应该一到北平就到家里去拜访您。哎，不必拘礼，贤婿啊，按照老话说，你也算木守一方的大员了。现在大局初定，你公务缠身，这一切我全都理解。感谢岳父理解。你快，里面请。好，来。你喝水，岳父。哎，好。贤婿啊，心儿分娩，道阻且长，来去不便，我们也没有去探望。他们母女还好吧？好，一切都好。齐心打电话来说啊，您的小外孙女长得很漂亮，
也很可爱。好，来走。好。七七事变之前，心儿还是个小丫头，那时候她跟她的姐姐去太原，才不到15岁。一转眼12年过去了，我的心儿当了母亲了，我还真是挺想她的呀。爸，我们家人口不多，但是最大的特点呀，就是爸爸一国民党培养出了3个共产党员。是，岳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。哎，贡献谈不上，那些都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信仰和道路啊。这个老大20岁参加了共产党，他有一个老大一带头，老二齐心15岁就入了党，老三齐步14岁就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去了。齐步参加革命的时候，因为年纪太小，还是我妈陪着去的呢。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妈是骑着毛驴上太行的革命老妈妈。哎，那时候我妈的脚啊，头一次见面，不要什么都说啊，沉什么烂谷子呢你？岳父啊，挺好的。我跟齐心结婚之后呢，就一直在忙工作，还真没有机会听他说说我们家里的事情。今天终于见到岳父，还真的想听您多说一说。哦，他来不了，让我给您捎了一封信。哦，我先看信，你们爷俩聊。您喝水。哎，好。您抽支烟？哦，我不抽。你自便吧，你请便。岳父啊，虽然跟您是初次见面，但我对您老真的是仰慕已久啊。您老不仅仅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门生，学养深厚，见识广博，而且早年还做过阎锡山的政府科长，冯焕章的军法处长，并且又先后担任过抚平、黎城、长治3个县的县长。今年年初，为和平解放北平，您又做出很大贡献，保护了北平这座千年古城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而如今，新中国马上就要建立了，而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设，还有西北建设，您老要多多教导才是啊！我那些东西都是应该抛弃的旧时代的东西了。我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呀！不过，贤婿啊，对于未来的形势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仲勋，爸这是考你呢，你可得想清楚作答。什么叫考？我这是请教。岳父啊，您要说请教，那我可是啥都不敢说了。您要说考我倒是也可以说一说我的个人看法。好吧，不管算什么，你说一说，我想听听。好，这个眼下李宗仁提出要划江而治，我认为党中央是断然不会同意的。毛主席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，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党的革命态度。而接下来，我们要解放全中国，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。那我认为呢，首要任务就是要搞好生产，要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，解决好老百姓的温饱问题，改变过去那种贫穷、独裁、不科学、不民主的落后状态，让老百姓能过上真正的幸福日子。当然，对于未来的发展，更多的还要请岳父多指导。爸，当初你说你相信我的眼光，事实证明我的眼光没错吧？
我一直也相信你的眼光啊。他们俩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儿。你看齐心，都成花木兰了，这信里面全是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呀。哎呀，看起来这星儿婚后的生活很不错呀，不但没有困于自己的小家庭，而且还一直保持着进步的思想，这都跟贤婿你对于他的尊重、照顾和理解分不开啊。岳父啊，共同学习，共同进步，管好小家，更要照顾好大家，这就是我们结婚时候啊定好的共同目标。好，太好了，这样我把星儿托付给你，我就更放心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。爸让你带回来那么多东西啊！啊，哎呀，这个真可爱，你看，真好看。你的小鞋子，小鞋子，小鞋子。爸都跟你聊啥了？有没有聊工作上的事儿？还真说了不少。比如，他建议啊，边区应该改变以前那种地方性生产的自给政策，要想办法发展工业，是吧？要增产工业所必需的原料，比如烟、棉、油脂等等。还说啊，要开展副业生产。副业生产？是啊，开展副业生产呢，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，还可以提升生产力，啊，可以使劳动力呢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，而且还可以啊，在生产救灾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。这真是让我受益良多呀！他还说啥了？还说啊，还说从今以后就把你托付给我了，让我们再多生几个吧，是不是啊？嗯。要做，哎，啊，哦，好，来，哎，起来，举高高，我们举高高，好不好？哎，举高高，哎，举高高，哎，哦，来，坐着，哎。好，让爸爸亲你好不好？齐心啊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一直就在四处忙工作，就算回到家，进了门说的还是工作。所以我这个当丈夫的呢，还是远远做的不好，不称职。我要谢谢你对我的理解、包容，还有支持。仲勋，在我走上革命这条道路开始，我就明白这个道理。革命是为了大家，我们的小家是大家的一部分。只有大家好，我们小家才能更踏实。你说咱给娃取个啥名字嘛？妈说，孩子是在乔儿沟生的。我想给起个小名儿，叫巧巧。哦，喜欢这名字是不是？哦，好，就叫巧巧。哦，尿了，没事，别动，你给我过来，别动，你去换件衣服。让它尿完，没事儿，子尿不臭，子屎不臭。
哦，还拉了你是不是？来，哎，换个粑粑戒指啊！来，喂，来啊，换一个。哎呀，臭不臭？哎呀，香。白水、徐艺、淳化、富平，哼，9个县，我们是一个接一个的丢啊。不对，我们是整个旅的损失。如果这么打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西安也得丢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我想问问你们诸位，谁能够独善其身？我说两句。辽西徐蚌、平津会战接连失利后，共军气焰正盛，大有长驱南下之势。我看，与其固守西安，不如退守。退守。裴司令，你这话有点扯远了。坐下。校长来电，要求我部联合西北2马，务必守住西安，务必守住秦岭防线。罗参谋长，榆林的左协中能否南下驰援？榆林城目前物资短缺，人心浮动。22军的左协中军长一直跟着邓宝山，如今邓宝山叛变，左协中的立场摇摆，此时让他南下驰援难。我已经派人盯紧了他，这种时候不敢出事。只有北边的榆林守得住，南边的西安才不会丢。是。余部军长到。兄长还真是处变不惊啊！兄长啊，要练字，咱们去宁夏练。南京中央来电催我们，把部队拉到宁夏去。马鸿逵也特意来电，特意表示热烈欢迎，这非常难得。他说愿意一切配合我们。左军长，修军长，你也不要再劝我了。哪里的黄土都埋人，我左协中死就埋在榆林。我特别理解您对榆林的感情，但是今非昔比。眼下的榆林成了万里黄沙上的孤城，搞不好可就要换主人了。榆林的明天我知道，只是有若干出生入死的弟兄要关照。他们不想走，我也动不了啊。官场上的托子爵，也不是万能灵药。眼下的局势，容不得您观望太久。蒋总裁待你可不薄啊，你可不要走错路。脚长在我的腿上，至于怎么走，与你无关呐。送客。
兄弟还有一句。同志们，首先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：4月23日，南京已经解放了。南京的解放啊，标志着国民党大势已去，解放战争即将成为全国性的胜利。那咱们一野也得加把劲儿，迈大步，不然跟不上这一天一变的新形势啊！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解放大西北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解放西安。胡宗南呢，还是很顽固的，他已经把手下的几个军撤到了临潼到陇东一线，对西安形成了一个新的防线。跟胡宗南的这个决战啊，是免不了了。只有把他彻底击垮，西安、陕西、西北才能解放。这仗不好打呀，以我们现在的兵力，打胡宗南还是有困难的。老赵，仲勋同志不是说了吗？中央已经决定调18、19兵团，从华北入陕，壮大咱们的力量了。问题是什么时候到啊？我觉得呀，首先，如果要想解放西安的话，要把我们的后院榆林问题给解决了。如果拿不下榆林的话，跟胡宗南决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有后顾之忧的。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榆林22军的左协中已经派了代表，此时此刻正在西北局谈判。嗨，我说仲勋，你能不能把好消息一股脑的都告诉我们？别老这是藏着掖着的，是吧？你们没给我一口气说完的机会吗？哎，给你机会，赶紧说，谈得怎么样？对，这次啊，派来的代表是他的参谋长张之阴，这个人我接触过，思想还是很进步的，所以啊，我们看是否能够策动22军起义，争取和平解放榆林。季风和暴雨结成知己，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。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，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。与信仰相遇，找回生命的远景，不懈崎岖，寻觅真理，为强者点击血色红旗，将信念磨砺，思想火花